中国军队或许可以在装备实力上碾压越南，但有一件事永远也无法追上越南。前阵子中越陆军进行了携手同行2025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国军迷还在关注装备和配合的时候，越南军却来了一波低调的实力展示。在越南媒体公布的照片中，5名军官毫不遮掩地露出了手上的名牌手表，然后有网友扒出这些表的价值比越军一整套行头还高。你以为他是来练兵，实则是来炫富的。实际上这已经不是越南军队第一次公开炫富了。早在2020年越军赴俄罗斯考察期间，媒体就曾拍到一名女军官手提 LV 包包站在人群中的画面。后来查出这个包的价值相当于越军普通士兵10几年的薪水。按理说一般国家军队出现这种画面，接下来就应该是反腐部门强力介入，就算录不下来几个军官，至少也得表明个态度。但越军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在他们看来，军爷的钱都是合法赚来的，既然是合法的，那为啥不能炫呢？作为全球最会经商的军队，越军到底多有钱呢？2015年，越南国防部曾公布过一项数据，军方控制的所有产业年收入共计292万亿越南盾，约合137亿美元，与2013年的指标相比增长 18%。137亿美元是个啥概念呢？2014年越南总 GDP 为2335亿美元，137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 5.9%。按同比例换算到中国的话，这个营收相当于40多个中石化或者150多个华为。越军最大的资产是越特尔电信公司，它占据了越南电信市场 40% 的份额，税前利润超过 25%。该公司2014年收入高达 196.7 万亿越南盾，占军队所有商业资产总收入的2/3。而考虑到电信行业的特性，几乎可以说它是一棵永远也不会枯萎的摇钱树。除此之外，越南还拥有西贡新港公司、龙罗工程建投控股公司、住房和城乡建设公司等越南主要地产公司，与之相配套的建材、装修等行业也基本都被越军的各种亲属把控着。最离谱的是越军甚至还有自己的银行，其全称是越南军队股份商业银行。早在2019年，其总资产量就达到了 3974.4 万亿越南盾，约合1500多亿美元。虽然这个体量在越南银行只能排到第3名或第4名，但该银行自成立以来，几乎每年都是越南缴纳收入税最高的单位。它同时说明了2件事：一是越南军队是真有钱，二是越军的商业体系已经和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深度绑定了，很难说是国家赞扬它，还是它赞扬国家。为啥越南军队经商会发展到如此庞大的规模呢？说来其实还和我们有点关系。1979年到1989年这近10年间，越南经历了一场非常悲催的战争，从打下南宁过春节，到苏联爸爸快救我，再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越南军队被其政府的愚蠢决策拖入了一个无尽的深渊之中。其实严格来说中国方面并没有把越南当作一个要全力绞杀的对手，所以战争中后期一直是以一种练兵的姿态在应对，但这反而让越南感到压力山大。为了应对想象中随时可能到来的一波平推，越南不得不把军队规模常年维持在100万人级别。经常打仗的朋友都知道，打仗打的就是一个后勤，别说保障100万人的吃喝供应了，就算只有10万人能养得起的国家也没几个。开战早期，越军只要靠苏联包养，当时苏联不仅送了越南大量物资和粮食，还给了越南几十亿美元低息贷款。但是打到1982年，苏联眼看着越军获胜的希望已经无限趋近于零，就把许多援助给停了。当时还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李隼向苏勋宗勃列日涅夫求援，勃列日涅夫回答道：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物品了，请自己勒紧裤腰带吧。李隼答道：那就先给我一根裤腰带吧。可见当时的越军穷到了什么地步。1982年，为了填饱肚子，越军开始和缅甸合作搞罂粟种植和毒品走私。当时还发生过一个非常抽象的事情，一位名叫乔清路的越军飞行员驾驶直升机穿越中越边境，然后直接带着机上9人投中了。据他讲述，越空军战斗部队中 90% 的飞行员都想改飞运输机，因为这样能干点走私的私活，从大米、布匹、电视机、录音机到鸦片、吗啡，他们几乎什么都走私过。而越南政府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召开了越共5大，然后宣布军队有2大职责，分别是建设和保卫祖国。这话翻译一下就是打仗是保卫祖国，而其他的工作属于建设祖国。而所谓的其他的工作自然就包括经商和贩毒。而到了80年代中期，越军也逐渐反应过来，老中没想真弄死他们，因此军队的高层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应付战争成了表面工作，贩毒经商逐渐成为主业。1990年两山战役后，中越边境基本停战，随后发生了2个很搞笑的事情，一是越南政府立即宣布全面禁毒，二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逼迫越南还债。
这两件事导致越军的收入急剧下滑，而政府为了减少军费开支，促进基础建设，又进一步放开了对军队经商的限制。于是90年代，越军开始明目张胆的持枪经商，其商业版图也迅速扩大。而与此同时，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来以后，以惊人的魄力和手段禁止了中国军队经商，这引起了越南政府的注意。作为一个爱抄作业的好学生，越南政府开始讨论是否应当限制军队经商。2004年，越南国会举行了一次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代表赞成军队经商，认为这是客观需求。毕竟除了军队以外，基本没有企业会去偏远乡村搞基建和扶贫，一些民用设备的生产也需要军队工厂的支援。然而也有不少代表提出了尖锐的反对意见，因为军队经商的弊端实在太过明显，垄断、腐败、囤积居奇、漠视法规，几乎你能想到的一切经济犯罪，对军队来说都只是稀松平常的经营手段而已，而这还没有考虑过多参与经济活动对军队战力的影响。2007年，越共首次明确提出禁止军队经商，要求军队逐渐将资产剥离，交给政府管理。然而军队内部早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岂是一句话说禁就能禁的。2012年，越共中央第一次禁止军队经商的努力宣告失败，时任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甚至亲自跑到军队里表彰了上百名优秀经商代表。2017年，越共第二次向军队经商发起进攻，这一次他们学乖了，没有直接下令禁止，而是宣布要逐步停止。随后，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黎瞻发表讲话，表示完全支持越共中央决定，未来将把精力集中到保卫国家上面，不再进行商业活动。然而事实证明，这句话只是哄小孩子而已。2017年之后，明面上属于越军的公司确实少了很多，但其主要经济来源如电信公司、银行、地产等部门，营业收入那是一年比一年高。与此同时，越南政府看着北边邻居的反腐行动搞得风生水起，也要学样搞起全党大反腐，并试图以此为切入点，自破对军队经商的顽疾，然而收效甚微。2018年，越南国防部副部长更是亲口承认，军队中大部分人根本没把这当成一回事，许多军官甚至表示他的单位不存在腐败，公然与反腐工作组对抗。所以如果你要问越南什么时候才能全面禁止军队经商，答案很可能是永远也不可能。但话说回来，这对于越南也不全是坏事，因为军队经商除了大搞垄断、破坏市场、抑制中小企业的发展、影响外资信息这些小问题以外，还是有一定积极影响的。比如政府要发展电商产业，越军就成立电商部门；政府要搞新能源，越军就为相关企业提供各种支持，至少和国际资比起来，越军在这方面要听话得多。此外，由于越军的利益已经和越南经济发展深度绑定，所以他们也不会坐视外资把本国产业搞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相当于给越南民生上了一道保险，从而兜住了这个国家的下限，让它不至于像拉美国家那样，动不动就被西方资本家割得连底裤都不剩。综上所述，越南军队经商是完全符合其历史脉络和国家特性的一种选择，属于好中带了一点坏，坏中又掺杂了一些好的微妙格局。如果未来越南政府真能做到剥离大部分产业，并在军队内部严厉反腐，这也许会成为越南经济增长的动机。当然了，以上两条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如登天，毕竟不是所有事情都能靠抄作业解决的。中国驻立陶宛代办处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人员，需限期离境。2024年11月29号，立陶宛政府再次做出惊人之举。近些年来，立陶宛因为他们的反华政策已经吃到了不少教训，国家经济连年下滑，被立陶宛寄予厚望的欧美也并没有因为立陶宛冲锋在前而捞他一把。然而即便如此，立陶宛政府却依旧坚持反华政策不动摇，在最近又整出这样一个大火。要知道，在国际关系当中，驱逐外交人员的下一步就是外交降级，而如今中立两国的关系只是区区待办级，再降就是要断交了。在自身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对世界最大工业国5强之一的中国在断交边缘试探，立陶宛政府为什么这么敢？如果不是2021年立陶宛忽然宣布允许台湾当局设立台湾代办处，公然制造一中一台，触犯大陆底线，引发国内的强烈愤慨，很多国人恐怕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因为立陶宛这个国家实在太小，小到你不认真找，在世界地图上都找不到它为止。即使在以碎片化著称的欧洲区，立陶宛也是个不起眼的小国家。一般来说，像它这样的小国，对于卷入大国竞争应当是避之不及的。即使因为地缘等因素被迫参与，也应当娴熟掌握随风摇摆之策，避免沦为炮灰。不过立陶宛却相当没有作为小国的自觉，时时处处冲锋在前，挨打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12世纪，立陶宛刚刚建国，就不断对东斯拉夫人的地盘发动袭击，哪怕后来立陶宛成为了沃尼亚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的东征目标，在西面面临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依旧不忘在停战的间隙袭击东斯拉夫地带，还吞并了不少领土。这看起来似乎是立陶宛人武功赫赫，即将缔造一个新的帝国。但遗憾的是，立陶宛的扩张如此顺利，并不全是依靠自身实力。那些被立陶宛征服的地区原本也不过是金帐汗国的附庸国，金帐汗国对其控制力薄弱，也不会为了这些边缘附庸提供多少保护。而这些地方的首领也习惯于对通过向其他的势力称臣来换平安，有些地方哪怕没有战败，也归附了立陶宛，左右不过是换个主子，不影响自己的日子就好。等到15世纪莫斯科公国崛起，立陶宛很快就现了原形，在维德罗莎战役中大败，昔日从基辅罗斯吞并的土地也都被迫吐了出来。立陶宛不甘心失败，转头与波兰合并，成立波兰立陶宛联邦，借波兰义骑兵的威风，又是一阵东征西讨。尽管一开始波利联邦取得了不少战果，但这也让波利联邦把自己的3个邻居俄罗斯、普鲁士和奥斯曼都彻底得罪了个干净，三国都对削弱波利联邦很感兴趣。随着17世纪中叶，波利联邦因政局混乱而衰弱，他的3个邻居看到了复仇机会，迅速一拍即合，暂时放下彼此之间的矛盾，先一起把波利联邦给瓜分了再说。于是1772到1795年短短30多年间，俄普奥3次瓜分波利联邦，直到波利联邦彻底亡国，立陶宛被沙俄吞并，后来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占领。1918年，德国后勤兵力接近枯竭，立陶宛趁势宣告独立，总算复国成功。然而没多久，又赶上第2次世界大战，作为苏德之间的缓冲地，被军队来回蹂躏。二战结束之后，立陶宛曾经短暂的恢复独立，然而随着冷战格局日益明晰，苏联不愿距离自己这么近的地方出个反骨仔，于是干脆威逼利诱将立陶宛纳为加盟国。但哪怕苏联对立陶宛的建设十分上心，立陶宛也始终不领情，成天惦记着要独立。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出现问题的时候，立陶宛牵头闹事，成为了苏联解体的开端。立陶宛背刺苏联能成，少不了美国的帮助，从此对美国死心塌地。哪怕美国休克疗法的毒药，立陶宛其实也没能逃过，只不过是国家体量小，恢复快，但立陶宛就是记吃不记打，硬是站在为美国冲锋陷阵的最前沿。因为美国担心俄欧联合会影响美国霸权，立陶宛不顾自身与欧盟的切实利益需求，也要在欧洲大肆挑动反俄的节奏。在欧美传统思维当中，早就认定了欧洲中心论，故而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也一直将防范的重点放在了欧洲。不料就在他们没有关注的时候，中国以超出他们理解的速度发展，逐渐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了挑战。美国回过神来，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然而他们把诸如经济制裁、科技封锁、军演施压之类的常规手段用了一个遍，都没能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到了这个份上，美国手里剩下的底牌也不多了，并且这些手段大多严重触犯中国底线，可能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应。美国没有底气与中国彻底翻脸，却不想放弃给中国添堵的机会，实在深感为难。立陶宛作为一个合格的美国利益代言人，自然要积极为主分忧，帮美国试探中国的底线和反制措施。于是在2021年，与中国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还多少借中欧贸易发了点财的立陶宛忽然对中国发难，顶着中方的强烈抗议，允许台当局以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面对中方的严厉警告，立陶宛竟以代表处并非官方关系为由，要求中方接受现实。同时，立陶宛还在中国还未做出任何反应时，就开始在国际上卖惨求援，称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面临经济和金融问题。对于立陶宛这种无耻行径，中国选择干脆让他们求人得人。在立陶宛政府批准台湾代表处2天后，中国干脆将两国关系一降到底，直接降到了代办级，距离断交只有最后一步。此时的立陶宛还不以为然，自认与中国本就没有多少来往，与中国关系恶化所造成的那点损失，可以从欧美和台当局那里补回来。然而很快，立陶宛就发现他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中国对立陶宛的制裁措施可不是断掉中立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往来就算了，而是直接拒绝所有与立陶宛有关的产品。由于本国的市场规模实在不值一提，立陶宛的许多企业都是在为跨国公司做配套供应，这些企业大多都遭了殃。
中国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没有哪个跨国公司会选择为了立陶宛而放弃中国，故而纷纷取消了与立陶宛企业之间的合作，导致立陶宛企业出现破产大潮。面对严峻的经济困境，立陶宛试图向欧美求助，但美国向来是美国优先，何曾为盟友承担过代价，只给了6亿美元的贷款就再无下文了，甚至就连这点贷款也指定其中一部分要用于购买美国军火。倒是欧洲看在同属欧盟的面子上，多少有一些动作，以欧盟的名义在 WTO 告了一状，说中国对立陶宛搞经济胁迫。不过 WTO 的裁决本就没有多少实际约束力，欧盟还在2年后因为技术原因终止起诉，可见欧盟对立陶宛的支持也就是个面子情。甚至就连以金钱外交闻名在外的台当局，也因为判断出立陶宛不太可能彻底抛弃大陆，选择与台湾建交，而对给立陶宛撒钱兴趣缺缺。别说额外撒钱帮立陶宛弥补损失了，就连原本在求设台湾办事处时许诺的半导体工厂，都被台湾找借口一再拖延，看起来好像要不了了之。眼看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立陶宛政府也慌了神，毕竟反华不像反俄，在立陶宛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民众基础，如果说为了反俄而付出经济代价，还有民众愿意理解，如今为了反华付出代价，立陶宛的民众是必定不乐意的。于是立陶宛政府开始向中国喊话，希望与中国修复关系，但为讨美国欢心，又不愿纠正自己在涉台问题上犯下的错误。于是这样毫无诚意的表态，中国自然不会理会。外交部明确指出，立陶宛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行径是导致中立关系遭遇困难的根本原因。中立关系得不到修复，立陶宛的经济局势也一直没有好转，导致立陶宛执政党的支持率大跌，最终在2024年的选举中输给了主张修复对华关系的反对派。眼看就要下台，立陶宛看守政府秉承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态度，又进行了一场最后的疯狂，驱逐中国代办处外交人员，意图给下届政府埋雷。中国体谅立陶宛的局势，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反制，而是保留反制权利，待新政府上台再根据新政府的态度决定。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立陶宛新政府虽然表达了与中国修复关系的愿望，但也表示不会改变目前的政策。这个目前的政策如果包含对台错误立场，那么中立关系只会继续恶化，立陶宛也将遭遇更深刻的反噬。